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慧的厨房。在马来西亚的餐厅，我们几乎吃不到除了嘎亚以外的果酱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做一个苹果果酱吧。自己制作的苹果果酱做法简单，果味香浓。我们开始吧。首先准备700克左右的苹果，这些苹果大概能制成350克左右的苹果果酱。用你喜欢的方式将苹果削皮。其实我更喜欢用刀削苹果皮。小的时候，曾经为了能够完整的削一个苹果，果皮不断而去吃苹果。在我的老家也曾流传一种说法，当你削好一个苹果，果皮不断，你会遇到美好的爱情。但不管怎样，当你能够完整的削好一个苹果的时候，心情总是很晴朗的。将苹果从中间切开，切成4瓣，将中间的苹果核去掉，先切成片，再切成条，最后切成丁。尽可能将丁切得小一些，一是为了容易煮，二是为了最后保留一些小颗粒的口感。这种容易附着在刀身上的食材，被推到刀背顶端的时候，就这样散落的到处都是。一个小技巧，从苹果圆球面切一块，形成一个蝎子形状，薄的一侧在下面，贴在刀身外侧，这样切好的食材就会顺着蝎子外侧掉下去了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将刀身向外侧稍微倾斜一个角度，将食材尽可能的掉落在外侧。苹果是比较容易被空气氧化的，所以切苹果的速度要尽可能的快哦。苹果切好后转移到锅里，锅的选择最好使用大一点的不粘锅，尽量不要使用铁锅。铁锅煮苹果，酸性的苹果容易腐蚀损伤铁锅，反过来铁锅会使煮出来的苹果果酱发黑。将苹果粒铺平整，这样比较容易估算后面所需要的用水量。倒入水，水量能够使得所有的苹果颗粒漂浮起来，水位高出苹果粒大约2厘米。大火加热，水开后搅拌一下，转中小火熬煮1个小时，中途不时搅拌一下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挤一些柠檬汁。哇，好清香的味道啊！今天的苹果分量，我们需要半个柠檬就好，大约30毫升。1个小时后，水量高度基本与苹果粒一样高了，关火。我们盛出2汤匙苹果粒，因为最后的成品，我希望还能够保留一些小颗粒的口感。将汤汁倒回锅里，将锅里的苹果粒铺平整。因为我要使用手持搅拌器将锅里的苹果搅拌成苹果泥，这一步你可以选择用食物料理机完成。如果你没有食物料理机的话，也可以用过筛按压的方式制成苹果泥。将苹果颗粒倒回锅中，重新加热，中火。倒入冰糖150克，哈哈，我这个冰糖块有点大，没关系，搅拌一下，盖上盖子，等待冰糖融化。冰糖融化后搅拌均匀，现在开始要不停地搅拌，使水分蒸发，使苹果酱变粘稠。这里需要一点耐心，调整到中小火。浓稠的苹果酱很容易飞溅出来，有点像我们炒三把酱，小心不要被烫伤。这是炒至15分钟左右的样子，要一直炒到这样半固体的状态，尽可能的干一些。倒入柠檬汁，翻炒半分钟。柠檬汁加热久了会失去柠檬的香气，但是如果倒入柠檬汁就关火的话，制作的苹果果酱存放时间比较短，容易变质。好了，关火，简单的苹果果酱就做好了。放凉后装入消毒过的容器里，
冰箱保存1个星期没有问题。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天然食品，请尽快吃完哦。烤2片吐司，均匀涂抹1层新鲜制作的苹果酱，按照我们马来西亚吃烤面包的方法，铺上1层黄油。果酱香甜，果香浓郁，柠檬汁非常加分，搭配黄油味道更赞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请你支持我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给我点个赞，谢谢您的观看。